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最真实的2场戏被剪，努力付出难被看见，粉丝呼吁重剪还演员高光。突然就好心疼诚意，自己最喜欢的2场戏都被删了。家人们，谁懂啊？追赴山海正上头呢，结果一看幕后采访，直接给我气笑了。诚意老师亲口说最爱的2场戏全被剪了，这操作是想逼死细节控观众吗？演员在片场拼到血溅瞳孔都坚持不喊卡，结果播出时连个完整镜头都没有。这到底是后期剪辑的神来之笔，还是对演员心血的无情抹杀？今天咱就掰扯，为啥诚意这2场被删的戏能让粉丝心疼到捶胸顿足？血溅眼睛的真实感，竟成了看不见的牺牲。先说第1场护送吴老夫人的那场戏，据说是动作场面相当激烈，诚意饰演的萧秋水在混战中，真血浆不小心溅进了眼睛里。那一刻，换做普通人早就疼得嗷嗷叫，要求暂停了。但诚意呢？导演都看不下去要喊停，他却摆手，没事，继续拍。为啥？因为他觉得在那种生死搏杀的环境下，角色眼睛进血才是最真实的反应，喊停反而会破坏那种沉浸式的紧张感。这操作简直把沉浸式演技4个字刻在了脑门上。想想看，血糊住视线是什么感觉？模糊、刺痛，本能的想揉眼睛，但在战场上，你根本没时间处理这些。诚意选择用真实的生理痛苦去贴合角色的心理状态，这种自虐式表演堪称内娱清流。可结果呢？我们观众看到的只是他眼眶发红，或者眼神有点异样，没人知道那是真正的带伤上阵。这就像你辛辛苦苦做了满汉全席，端上桌的却是盘炒青菜，还跟客人说主菜都在锅里。你说气人不气人？有网友调侃，诚意这是把方法派演到了极致，可惜观众只看到了表面派。更有甚者说，这血白流了啊，还不如当时让导演擦一下，至少能保证镜头清晰。但我觉得这恰恰体现了诚意作为演员的职业素养，他追求的是角色的真实，而不是镜头前的完美形象。这种牺牲本该被看见。最爱的意境戏竟被剪成快进模式。如果说第1场是看不见的牺牲，那第2场就是被腰斩的高光。诚意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他最喜欢护送吴杰大将军的那场戏，因为特别有意境。注意啊，是演员本人最爱的戏份，不是粉丝滤镜，是他自己打心底认可的表演。可正片是怎么呈现的？我们看到的是萧秋水打败二哥画面，一转大家在打北荒，在一转萧秋水带着吴杰大将军出现了。中间发生了什么？完全空白。这哪是电视剧，简直是 PPT 播放，关键情节全靠观众脑补。根据爆料，这场戏原本应该是重头戏，萧秋水为了救吴杰，不惜动用忘情天书15层，直接耗尽元气，体力透支到极限。这不仅是武力值的爆发，更是角色情感和意志的升华。为了家国大义，哪怕油尽灯枯也在所不惜。而后续决战中，萧秋水只能坐在马上观战，也有了合理的解释，他不是划水，是真的没力气了。但现在这么一剪，人物动机变得极其单薄，观众只会觉得这男主怎么突然就不行了，缺少了前面的铺垫，后面的悲壮感大打折扣。这就像一部武侠小说，主角好不容易练成绝世神功，结果章节直接跳到多年后，功力全失，读者一脸懵，中间发生了啥？被狗吃了？有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大刀阔斧的剪辑，很可能是为了迎合短视频时代的节奏，追求快节奏，
高密度的观感。但问题是，剧集不是短视频合集，它需要有起承转合，需要有情感积累。把高潮前的铺垫全剪了，高潮也就不再是高潮，而是莫名其妙的突兀。演员的心血 vs 后期的考量，谁该为遗憾买单？说到这里，咱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影视工业流水线上，演员的付出有时候真的抵不过后期的一次技术调整。程毅的态度很佛系，他说没关系，他们指后期肯定有自己的考量。这句话听着让人既敬佩又心酸。敬佩的是他的专业与大度，心酸的是这份尊重似乎没有得到同等的回报。我们常说好饭不怕晚，但前提是饭的先做出来给人看啊。程毅用心烹饪的佳肴，却被后期以摆盘不好看为由，直接倒掉了。这不是艺术取舍，这是对创作源头的不尊重。有网友怒怼，如果无关紧要的戏可以随便剪，那请告诉观众哪些是重要的？难道演员的付出还要分个3、6、9等？更讽刺的是，这些被剪掉的戏份，往往正是演员演技的高光时刻。他们可能不够爽，不够燃，但足够真，足够深。现在为了追求所谓的流量密码，把这些慢工出细活的内容一刀切，长此以往，内娱还能剩下多少值得回味的经典？当然，也有人说，剪辑是为了整体观感，不能因小失大。这话没错，但小和大怎么定义？如果连演员自己都认为是最喜爱的戏份，还不算大吗？或许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剪不剪，而在于谁说了算。是应该听从创作者的初衷，还是迎合市场预设的爽点？当我们在屏幕前为萧秋水的突然虚弱而困惑时，有没有想过他曾经历过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当我们在讨论程毅演技在线时，有没有意识到那些最精彩的片段可能永远停留在了监视器里？心疼程毅，不只是心疼一个演员的付出被埋没，更是心疼那个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的匠人精神正在被快餐式的娱乐消费一点点消磨。最后问一句，你觉得一部剧的完整性和节奏感到底该如何平衡？